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旅行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探索、放松与新奇，但对某些人而言，旅程的终点并不是美好的回忆，而是一场无法逃离的梦魇。日本这片充满历史与神秘色彩的土地，拥有无数风景名胜与特色旅馆。从繁华都市中的高级酒店到古老深山里的温泉旅馆，每间酒店的房门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一段无法解释的灵异往事。这些旅馆中的某些房间因为离奇的死亡、消失的住客与无法追溯的恐怖事件，被悄然列入禁忌房间的黑名单。然而，时间总会冲淡一切记忆，房间重新整修，名单也被人遗忘。但灵异事件从未真正结束，反而变得更加隐秘，潜伏在暗处，等待着那些毫不知情的房客。这里记录着3段发生在日本不同酒店的真实恐怖故事，3间房间，3段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经历，3个被噩梦纠缠的灵魂。你敢推开那扇房门吗？进来后别忘了关上门，否则有些东西可能会跟着你离开。我叫阿翔，那年春天，我独自一人前往京都旅行，目的是散心，摆脱过去那段失败的感情。为了追求传统的日式氛围，我预定了一家距离清水寺不远的古老日式旅馆。旅馆的名字叫樱花庵，据说是家族经营，有超过100年的历史。抵达时，天色渐暗，夕阳的余晖洒在旅馆泛黄的木质外墙上，给人一种古朴但略显阴郁的感觉。门口的红色灯笼摇曳着微弱的灯光，仿佛在提醒我，夜晚的到来意味着某种未知的开始。老板娘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，身穿深蓝色和服，笑容和蔼，但眼神中藏着一丝难以名状的悲凉。她把我领到2楼尽头的一间房，房号是205。房间里有暖炉，如果有任何需要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他叮嘱完后，迟疑了一下，好像有话要说，最终却什么也没说，只轻轻带上了房门。房间内布置得很传统，榻榻米散发着淡淡的稻草香气，矮桌上摆着一套茶具，旁边还有一个陈旧的日式屏风，绘著落英图。唯一令我感到不舒服的是房间里的灯光昏黄暗淡，墙上的烛台看起来像是久未使用的装饰品。晚餐后，我在清水寺周围散步，直到夜色浓重才回到旅馆。泡了个热水澡后，我躺在榻榻米上，疲惫的身体逐渐放松。房间内一片寂静，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作响。正当我快要入睡时，门外突然传来3声轻轻的敲门声。我愣了一下，坐起身，思索着会是谁这么晚来访，以为是老板娘有事找我。我连忙披上外套，走到门口打开门。外面是空荡荡的走廊，长长的木质地板延伸到走廊尽头，墙上的灯笼摇曳着微弱的灯光，照不见尽头。有人吗？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声，声音在静谧的走廊里回荡，无人回应。我心里不安起来，关上门，锁上房间，心想或许是听错了，或者是哪个房客恶作剧。正当我重新躺回榻榻米时，敲门声再次响起，比之前更加急促，像是迫不及待想要进来。这回我彻底被吓到了，强忍着恐惧，我猛地起身，冲到门口，一把拉开房门。外面依旧空无一人，只有夜风冰冷地掠过走廊，带来一丝腐败的泥土气味。谁在搞恶作剧？我大声喝问，却没有人回应。关上门后，我的心跳得更快了。为了让自己镇定下来，我打开房内的茶壶，泡了一杯热茶，坐在矮桌旁小口啜饮。茶水的热气模糊了视线，但心里的不安越来越重，仿佛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正盯着我。忽然，门口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沉重而缓慢，伴随着湿润的鞋底踩在木地板上的声响。我整个人僵住了，额头渗出冷汗，慢慢转头看向房门。
脚步声在门外停下，然后又是那熟悉的敲门声，这次更加响亮，更具威胁性。咚，咚，咚！我强忍住恐惧，缓缓靠近房门，透过小窗格往外看，却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空无一人的走廊。猛然间，一张惨白的脸从窗格旁闪过，嘴角带着冰冷的笑意。我被吓得跌坐在地上，手脚冰凉。这时，房间里的灯光开始闪烁，接着整个房间陷入黑暗。无助的我掏出手机，打算拨打前台电话，却发现手机的荧幕上出现了一行血红色的字：别开门。绝望与恐惧吞噬了我的理智，我发了疯似的跑到窗边，想打开窗户逃走，却发现窗户怎么也打不开，似乎被什么东西牢牢锁死。就在这时，房门缓缓发出咔嚓一声，自己打开了一条缝隙，一股腐臭的湿气涌了进来。我抬头看见一个穿着破旧和服的女人，满脸水渍，头发湿漉漉地垂在脸前，像是刚刚从深水中爬出来。她的眼睛空洞无神，直直盯着我，然后缓缓抬起手，指向我脚下。我顺着她的手指望去，发现地板上竟然满是湿滑的泥巴和黑色的水渍，宛如水底的淤泥。突然之间，她发出尖锐刺耳的笑声，扑了过来。我的意识瞬间陷入黑暗。第二天清晨，老板娘发现我昏迷在房内，浑身湿透，满身泥土。当我惊恐地描述昨夜发生的事时，老板娘的脸色变得苍白而绝望。那个房间，她颤声说，很多年前有个旅人深夜来求宿，却被锁在门外，被大雨活活冻死在门口。他的怨灵总在半夜敲门，寻求一个栖身之处，但凡是开门的人，永远无法再关上那扇门。我从旅馆仓皇逃出，回头最后一眼时，惊愕地发现2楼尽头的房间门依旧敞开，房号205的木牌已经烂得看不清自己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我是小林，一名在日本箱根旅游区的酒店夜班保全。这是一份安稳但沉闷的工作，每天夜里的工作流程几乎一成不变，巡视每层楼，检查安全设施，查看监控，确保酒店的安全。当时的我刚满30岁，已经在这家历史悠久的温泉酒店工作了5年。酒店是传统的木质建筑，5层高，建在箱根山的半山腰，四周被浓密的森林环抱。日间的景色秀丽宜人，但一到夜晚，那片黑压压的树海仿佛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无底洞，让人不寒而栗。那个夜班原本应该和往常一样平静。午夜刚过，我在监控室里喝着热茶，看着几乎空无一人的走廊。这天酒店入住率很高，但唯独7楼的最后一间房间711空着。这房间一直被列为禁用房，据说是因为发生过一些意外事件。作为老员工的我，自然听过许多关于711房的流言，什么夫妻争吵后双双跳楼，女房客在浴室割腕自杀，甚至有人说深夜经过711时，总能听见里面传来低沉的争吵声和压抑的哭泣声。这些故事当笑话听还行，但真要遇上，谁都心里发毛。凌晨2点，按照例行程序，我带着手电筒开始夜间巡楼。从1楼巡视到6楼，空无一人，走廊安静得令人窒息。当我准备前往最上层的7楼时，心里不知为何有些发紧，好像有股寒气从楼梯间的阴影处升腾起来。7楼的灯光总是比其他楼层昏暗一些，或许是灯泡太旧的缘故，走廊上那几盏老式的纸灯笼散发着朦胧的橙黄色光。寂静中，我的皮鞋踩在木地板上的声音显得异常清晰。就在我走到走廊尽头时，忽然察觉到前方的灯光闪烁了一下，随即灯笼的光线变得更加昏暗。我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转向了最里侧的房间711。门牌上的铜字像是被时间侵蚀过一般，表面布满斑驳的锈迹，但711个字却清晰可见。更怪异的是，门口的地板上有几个明显的湿脚印，
脚印从房间里延伸到走廊上，最终消失在不远处的紧急楼梯间。心跳开始加速，手心微微冒汗。我拿出对讲机，呼叫前台。前台，7楼走廊出现不明尸脚印，有客人闯入吗？对讲机里传来前台接待员小田惊讶的声音：7楼的房间今晚没有人入住啊，711房也早就被锁上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一沉，突然感到后背一阵刺骨的凉意。我迅速走到711房门前，检查门锁是否有被撬过的痕迹，但门锁完好无损，甚至上了双重锁，根本不可能被人从里面打开。就在我低头检查门锁时，一个轻轻的敲击声响起，咚咚咚。我猛然抬头，发现711房间的门竟然缓缓地自己打开了一条细缝。那一瞬间，我感到血液几乎冻结，全身的汗毛瞬间竖起。里面黑漆漆一片，只有一道微弱的灯光从房间深处透出来，像是在引诱着我进去。我知道，按照酒店规定，发现异常情况必须进入检查，但我的双腿像被铅块锁住，怎么也无法迈出一步。就在这时，房间里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呢喃声，像是一对男女在争吵，但声音含混不清，语速急促。我屏住呼吸，强忍着心中的恐惧，猛地推开房门，打开手电筒冲了进去。房间内空无一人，只有古旧的榻榻米地板和尘封的家具，还有那张覆满灰尘的双人床。床上摆放着2个枕头和一条折叠整齐的毛毯，仿佛有人刚刚离开。浴室的门半掩着，一缕白色水汽从里面缓缓升起，水滴声不时响起，像是有人刚洗过澡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的恐惧，慢慢靠近浴室。当我推开门时，里面空荡荡的，浴缸里却满满都是冰冷的积水，水面上漂浮着几缕黑色的长发，仿佛有人刚刚从水中站起。就在我怔立之际，背后突然传来咔嚓一声，房门关上了。猛然回头，我看见房门前站着一个满身湿漉漉的女人，她的脸惨白，双眼死灰无神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诡异的笑容。你来了，她喃喃自语，声音沙哑而空洞。我惊恐地往后退去，但脚下一滑，摔倒在冰冷的地板上。就在这时，女人缓缓走近，满头黑发像是活了过来，张牙舞爪般朝我伸来。我拼命挣扎，但那双满是水渍的手紧紧掐住了我的脖子，冰冷的触感几乎让我窒息。我感觉到生命正在被一点一点抽离。最后一瞬间，我的视线渐渐模糊，隐约看见浴缸里再次涌出滚滚的黑水，要将我拖入那无尽的深渊。几天后，警方接到报案，称酒店保全小林在巡视时失踪。调查人员进入711房间时，发现房内满是水渍活泥痕，而浴缸里漂浮着一大缕黑色长发。至于小林的尸体，至今未被寻获。只有一名保洁员在一次清理711房时，声称听见浴室里传来一个男人绝望的哭声，回荡在黑暗中，久久不散。东京的夜晚总是霓虹闪烁，灯光与城市的喧嚣交织成一片。这是一座不眠的城市，仿佛连黑夜都无法吞噬它的生机。然而，夜色的背后，总有些隐藏在光影深处的不安，等待着那些不经意的旅人。那晚，我和女友林子来到东京，准备在这座城市度过5天的假期。我特意选了一家评价不错的高级酒店，位于新宿闹区边缘，远离主街的嘈杂，却能俯瞰整个城市夜景。这家酒店的最大卖点就是顶楼的豪华房和浴室里的超大落地镜，据说每晚都有旅人来此，只为在镜中拍出绝美的东京夜景。我们到达时已是傍晚，酒店大楼外墙如冰冷的金属巨人，反射着街灯与车流的光线，带着一种压迫感。走进大厅，深红色的地毯延伸到前台，
闪闪发光的水晶吊灯悬挂在高高的天花板上，四周的墙壁是有冷色调的大理石，气氛华丽却显得有些冷清。前台接待员露出标准化的微笑，声音却带着一丝刻意的疏离感：“阿浩先生，欢迎光临。我们已经为您安排了顶楼豪华房3208号房。”他在地上房卡的瞬间，手指略微颤抖，随后迅速收回，像是碰到了什么不祥之物。我注意到了这一幕，但当时只觉得是我的错觉。电梯一路无声上升，指针在32楼停下时，耳边传来叮的一声脆响。走出电梯后，走廊内寂静无声，只有昏黄的灯光沿着天花板间隔排列，将深色的地毯染上斑驳的影子。这里好安静啊，林子轻声说。他的话音在寂静中显得有些突兀。我们顺着走廊往房间走去，途中没有遇到任何房客，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在走廊中回荡。终于，我们停在了3208号房门前。房门看起来与其他房间无异，深棕色的木质门板，银色的门牌却透着些许磨损。刷卡进房后，里面宽敞明亮，装潢现代简约。最大的亮点是那面浴室墙壁上站满整面的巨大落地镜，光可见人。透过它，可以清楚看到整个房间和窗外的新宿夜景。我们整理好行李后，立刻出门游玩。东京的街道如预期一般繁华热闹，五光十色的商店，川流不息的车流，还有街头巷尾的小吃摊，让我们彻底放松了心情。直到凌晨1点多，我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酒店。回房后，我洗了个热水澡，热气很快在浴室里弥漫，让那面巨大的落地镜显得更加朦胧。蒸汽在镜面上凝结成一层薄雾，好像隐藏着什么。我抹了一把镜面，看到自己满脸疲倦，便莫再多想。林子洗完澡后直接倒在床上，很快就睡住了。我则窝在沙发上刷手机，直到困意来袭。凌晨2点多，我关了灯，走到床边准备就寝，无意间看了一眼那面落地镜。昏暗的房间里，镜子仍然清晰地反射出我们的身影，然而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。镜中的我仿佛多了一丝诡异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个令人不安的弧度。但当我惊疑地靠近查看时，镜中的影像又恢复正常，好像刚才的一切只是幻觉。带着些许心悸感，我匆匆躺上床，将被子拉到胸口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夜色深沉，窗外的城市灯光点点闪烁，房间内静得只剩空调的低鸣声。正当我即将陷入梦乡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，感觉像是有人赤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。那声音由远及近，最终停在了浴室门前。我猛然睁开眼睛，心脏狂跳，双耳紧张地捕捉着任何动静。黑暗中，我瞥见浴室门居然微微敞开，里面传来隐约的水滴声，像是有人刚刚洗完澡一样。林子，我轻声喊了一句，转头看向身旁。林子正静静地睡在我旁边，呼吸均匀，显然并未起身。我强忍着心头的惊恐，小心翼翼地下床，慢慢朝浴室走去。当我靠近门边时，门突然发出一声吱呀的轻响，自行缓缓打开。里面依旧漆黑一片，唯有镜子在黑暗中泛着冷冷的光。突然，镜面里闪过一个模糊的身影，脸色苍白，嘴角咧开至耳根，露出诡异的笑容。我吓得跌坐在地，拼命想要逃回房间，但双腿早已僵硬，无法动弹。那身影缓缓从镜中探出头，湿漉漉的长发贴在脸上，双眼空洞死寂，嘴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呢喃声，看着我。最后的画面是他伸出一双纤瘦冰冷的手，缓缓掐住了我的脖子。几天后，酒店的防务人员打扫3208房时，发现房内一片凌乱，浴室镜面上满是虱子与指痕，而我与林子的尸体至今未曾被发现。有人说，深夜路过这层楼的房客
总能听见浴室里传来压抑的低语声和凄厉的笑声，而那面诡异的镜子仍静静地矗立在房间里，等待着下一个不知情的房客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。你们有类似的或者其他的灵异经验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我是鬼影，我们下次见。